很多人骂填海造地就是破坏生态，制造海景豪宅的资本游戏。但你知道吗？新加坡刚刚启动的这笔填海大单，根本不是为了炒地皮，而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国家续命局。科学模型已经给出死亡倒计时，新加坡有 30% 的土地海拔不到5米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到本世纪末，只要一次极端风暴潮叠加涨潮，实际水位会瞬间飙升到平均海平面以上4至5米。如果不填海，樟宜机场和东海岸数以万计的住宅将直接面临永久性淹没的死局。别以为填出2个滨海湾大小的土地，要掏空新加坡的国库，让老百姓背上巨额债务，大错特错。新加坡政府动用了100亿计的国家过往储备金，但在极其强悍的财政机制运作下，账面上的国家净资产竟然没有消耗掉1分钱。这种白嫖式的财政魔术，放眼全球根本找不出第二家。从1991年的一张概念图，到2026年3月30日正式下海清账，这个全长18公里、横跨100年的长岛计划，到底藏着新加坡怎样深不可测的建国逻辑？别以为海平面上升是几百年后的事，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初，东海岸局部淹水事件已经像拉响的刺耳警报。现有的12条主要排水渠，在暴雨和海水回灌的夹击下，防线已经开始崩溃。这根本不是什么100年一遇的偶然，这是气候变迁带来的高频常态。东海岸的排水系统当年设计的负荷，根本扛不住现在这种动辄每小时上百毫米的极端降雨。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灾难预言，这是真真切切的地理倒计时。海水不跟你讲道理，风暴潮不跟你谈感情。当极地冰盖融化的水体疯狂涌入马六甲海峡，大自然收回土地的速度将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。那些还在为海景房沾沾自喜的业主根本没意识到，他们引以为傲的资产正在变成随时会被海水吞噬的负债。一旦海水越过海岸线，毁掉的不只是沙滩，而是整个地下管网、电力系统和交通大动脉。新加坡政府的底线异常冷酷且清晰，如果不立刻向海借地，建起这道物理屏障，你们心心念念的东海岸，连同背后的千亿房产，将在几十年后彻底沦为海底遗址。在生存面前，所有的情怀和景观都得让路。这就是国家级操盘手的绝对理智。看出来了吧？这根本不是一道关于城市美学的选择题，而是一道关乎国家存亡的生死题。长岛计划正是从纸上谈兵切入实地铺垫，这不是敲锣打鼓的剪彩作秀，而是直接上重装备的硬核开局，钻孔取样，移除海床下埋藏的历史遗留碎片和工业残骸，为后续的打桩和真空预压彻底铺平道路。从滨海堤坝一路延伸到丹纳美拉渡轮码头，这18公里的海域上将凭空长出3块高于现有海拔的巨大人工岛，总面积高达800公顷，整整2个滨海湾那么大。这绝不是简单粗暴的盗土填海，而是一套极其精密的防御性几何设计。这套极具战略美感的多层次防御系统是这么玩的：最外侧是3座高海拔的填海岛屿，像3面巨大的盾牌，死死挡住外海的正面侵袭。而在新岛和老海岸线之间，硬生生兜出了一个封闭的内湖。这不仅是天然的防洪缓冲区，更是新加坡苦心孤诣打造的第18个淡水水库。它的运作原理极其硬核，海水退潮时，2座中央潮汐闸门打开，雨水靠重力排入大海。一旦海水涨潮且面临暴雨，闸门死死关闭。参考滨海堤坝设计的巨型抽水机全功率运转，把内陆的积水强行轰入外海，瞬间清空排涝危机。这种设计直接把防御和资源掠夺做到了极致，不仅挡住了海水，还顺手解决了一部分淡水自给自足的战略难题。新加坡长久以来受制于水资源短缺，每一次水供协议的谈判都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博弈。现在干脆在自家门前再造一个水库，用工程技术强行撕开资源匮乏的枷锁，填海必破坏生态。
过去几十年的开发，确实让新加坡损失了 60% 的珊瑚礁，但这一次，长岛项目玩起了生态先行的极客模式，这套绿灰结合的仿生工程，硬是把重型基建现场变成了海洋生物的育苗场。这不是什么环保主义的泛滥，而是用生态屏障来吸收海浪动能，降低后期的物理维护成本，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重点来了，这几百亿的填海巨资从哪来？加税？向老百姓举债？都不是。新加坡政府采用了一个极其绝妙的财务机制，叫累积填海机制。政府动用了国家过往储备金来支付沙子、人工和吹填的费用，造出来的土地依然受总统监管，属于国家储备，所以在会计账本上，这叫资产转换，不仅没有净消耗，未来把土地卖给祖屋局或开发商，销售所得必须全额回流储备金。这套财务魔术的强悍之处在于，资金在流转过程中还在疯狂生钱，这笔资金产生的投资收益，每年还要通过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框架给政府预算输血。光2026财年就预计贡献了 284.8 亿新元，用老祖宗留下的钱造地，地造好了卖钱再放回国库，中间产生的利息还养活了现在的政府运转。因为这套闭环系统的存在，这笔巨款在账面上完美规避了通货膨胀的侵蚀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取之于地，用之于民，一本永远稳赚不赔的国家账本。从1991年的初次构想，到2019年李显龙总理国庆演讲中的1000亿气候适应计划，再到2026年的下海清账，长岛项目早就不只是一个工程，它是新加坡政府和这片土地和未来子孙签下的一份100年契约。在这个动荡的全球经济中，土地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资本。当其他低洼城市还在为谁出钱修海堤扯皮时，新加坡已经用2026年出台的海岸保护法强行规定，政府负责 70% 的防线，沿海私人地主必须在10年内自掏腰包完成对接，用立法的铁腕死死锁住了国家的生存底线。那些私人地主如果不掏钱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法律面前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要么按标准建好防线，要么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强制介入。这就是新加坡的行事风格。在国家生存的绝对命题面前，没有任何私人利益可以凌驾于整体安全之上。这场由气候变迁倒逼出的向海借地，是对大自然的妥协，还是人类理性的极致胜利？如果是你愿意为了50年、100年后子孙的生存，在今天让渡出一部分眼前的海岸线风景吗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看法。长岛的填海机已经轰鸣，这不仅是地图上多出的一根线条，更是资产阶层重塑、福利红利发放的重大契机。新加坡在波涛汹涌的21世纪，正实实在在地抓住每一项属于这片土地的红利。如果你也对这种硬核的国家级战略操盘感兴趣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我是 Jen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